魏无羡彻底懵了。然而更让他不可置信的是，他试着又叫了一次蓝湛这个名字，蓝忘机竟真的又给了同样的回应。蓝忘机顿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许久未听人叫此名，你如何得知？”蓝湛，你等等，你不是叫蓝忘机吗？蓝湛又是哪来的名字？蓝忘机轻轻一叹，并不追究魏无羡的甩锅行为，解释道：“是乳名，小名。”魏无羡眼睛一亮，从背后一扑，贴烧饼似的挂在蓝忘机背上，道：“那是不是没多少人知道？”蓝忘机，魏无羡，学校里还有别人知道吗？蓝忘机，无。魏无羡，那蓝学长，蓝二哥哥，以后我私底下能不能这么叫你？他大半体重都压在蓝忘机身上，蓝忘机毫不介意，半背半拖着继续往前走，步履平稳。但路窄，这么一来，整条路都被两个人占据了。好在现在时间已经很晚，后山又先有人来，随便魏无羡怎么折腾。蓝忘机，魏无羡嘿嘿一笑，道：“我专属的。蓝湛，阿湛，湛哥儿。”他转了转眼珠，又有点沮丧，道：“可惜我家是直接起的大名，不然我也可以只把小名告诉你一个人的。”蓝忘机，没关系。魏无羡点起来一点，将下巴枕在蓝忘机肩膀上，嘿嘿嘿嘿。蓝忘机揉了一下他的头顶，唤了一声：“阿羡。”魏无羡心里一酥，还来不及细品，又听蓝忘机道：“下来，快到礼堂了。”好冷，这么贴着暖和。魏无羡咕哝着，依依不舍地把自己从蓝忘机身上撕下来。路灯的灯光不太亮，一切都不像白天那么分明。魏无羡瞟了几眼，冷白色的灯光下，蓝忘机的脸庞像韩愈一般好看。他还是不太敢相信告白成功了，忍不住揪住蓝忘机的衣襟，又把人拉了回来。等等，蓝忘机，刚才你说好，是不是意味着以后咱们？魏无羡想说，以后我和你是恋爱关系了吧？同时他又想说，以后我就算是你的男朋友了吧？忽而他又想起江城闹出来那个字母倒着写的大乌龙，犹豫再三。魏无羡道：“以后你就是我的男朋友了吗？”蓝忘机附上那揪着他衣领的手，点了一下头，道：“是。”魏无羡：“不对呀，反了呀，是我是你男朋友，不是你是我男朋友，顺序不对呀。”不能慌，稳住，赶紧想怎么把这一局扳回来。魏无羡心里飞速盘算，又悔得肠子都青了，还没酝酿好怎么反驳。蓝忘机又道：“你也是我的。”魏无羡：“啊？”蓝忘机：“小男朋友。”魏无羡的脸一下子烫了起来，像触了电，跳僵起来，一把甩开蓝忘机，一溜烟跑向礼堂。这个蓝忘机还说没有喜欢的人，我才不信，绝对早早暗恋我了，绝对从一开始就在暗恋我了，绝对，必须，肯定，要没有充分准备，怎么可能情话满分？还把握到绝佳的进攻机会，没有反复推演，没有预先计算，怎么可能？蓝忘机要是没暗恋过我，我就跟他姓。魏无羡愤慨极了，满脑子盘算回去怎么质问蓝忘机。他风风火火冲进礼堂换衣服拿滴匣，心里想着快点，赶紧，可刚一出后台就被聂怀桑带住了。以私自逃掉社团大合作为由，聂怀桑软磨硬泡，非要他跟观众拍完合照才肯放人，耽误了好一会。等蓝忘机换好衣服，背着琴箱出来了，观众又是一通喧哗吵闹，多拍了许久的双人照，才总算得以脱身。回到博士楼，魏无羡往大黑兔子沙发上一趴，身心俱疲。蓝忘机竟自先去洗漱了，流水声隔着薄薄的木门哗哗地响着。按照日常的行动规律，过一会，等蓝忘机收拾好了，就会端着一盆温水出来，给犯懒不想动的魏无羡擦脸擦手，再拿睡衣来给他换。蓝忘机家里住的舒服，果然是有预谋的，果然是故意的，果然是计划过的。魏无羡幡然醒悟，这些平时被他忽略的零零碎碎的小细节，全都串在了一起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也没有免费的客房服务，但一打上男朋友这个滤镜，似乎又不仅仅是舒服可以形容的了。魏无羡心里甜得像喝了蜜，再也趴不住了，推开门，从背后搂住站在盥洗室前的那个挺拔身影，
白皙的脖梗高度正合适，便忍不住在上面吧唧来了一口。他笑嘻嘻地道：“蓝忘机，蓝湛，咱俩都是男朋友这么好的关系了，有什么事就老实交代一下呗。”蓝忘机脸上还挂着水珠，隔着镜子看了魏无羡一眼，道：“交代什么？”魏无羡趁机亲了一下他的耳垂，道：“喜不喜欢我这样？”不知是因为洗脸沾上了热水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蓝忘机的耳垂附近竟有些热，比魏无羡的嘴唇温度还要高一些。等亲过之后，又泛起了些许粉，不明显，但这么近的距离，不可能看不出来。蓝忘机垂下眼睛，道：“魏无羡，那你交代一条，我就亲你一次，怎么样？”蓝忘机思考了一下，道：“7岁时，云深研究所大火，我在现场。”魏无羡道：“不对啊，我不是想听蓝忘机交代这个。”蓝忘机道：“父亲差点就不在了，大哥困在地下室3天。”魏无羡心中一揪，抱着蓝忘机腰的手也收紧了些，紧张道：“那你呢？你受伤了吗？”蓝忘机轻轻拍了一下他的手背，示意自己无事，又道：“事后调查原因，是扔进绿化带的一个烟头。”魏无羡定住了，他本来只想问出蓝忘机什么时候开始暗恋他，根本没想到竟然得知了这么一段过往。但那场让亲人差点不在了的火灾，必定在蓝忘机的心中留下了阴影。怪不得蓝忘机会那么激动。看到镜中的自己，眼角变得泛红了。魏无羡心道：要命，男儿有泪不轻弹，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发现自己泪腺脆弱。10几年前，小小的蓝忘机面对着熊熊大火，除了担心之外，一定很惊慌，也束手无策的吧。所以在10几年后，蓝忘机才会冲过去，扑灭了他精心准备的烛火。他越想越难受，比起失落或者委屈，似乎心疼蓝忘机的成分要更多一点。但这也太不公平了，明明是蓝忘机先动的心，可凭什么患得患失的反倒是他？心情更因为这个人的一言一行而起落不定。魏无羡嘴一撇，隔着睡衣一口咬住了蓝忘机的肩。蓝忘机嘴里叼着东西，魏无羡含混不清的道：我不管，过去的事都过去了，以后你家里人也好，还有我家里人，大家都会好好的，所以你不许再凶我。新的一周，新的周一，趁着江丰眠转身写板书，魏无羡打了个巨大的哈欠，更困了。周6简直不堪回首，又是干苦力搬东西，又哭了2次。虽说告白成功了吧，发展也迅速的超乎想象。当晚就进行了值得纪念的深度亲密交流活动。但是前面明明都很顺利，怎么偏偏就没忍住呢？3分钟不能更多了，这也太伤男人的自尊心了。事后他悲愤欲绝，一头扎进被子里当鸵鸟。虽说荣升男朋友的蓝忘机怀里却很舒服，可被揉碎的自尊心并不是那么容易拼回来的。于是周日一整天，他都拒绝交流，缩在被窝里拼自尊心。